各位爱编织的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爱织的频道，我是艾芙琳。摇啊摇，摇到外婆桥，外婆夸我好宝宝。嘿嘿，姐姐们不在，这个秋千就是我的。不知道喜欢编织的朋友是否发现，不管是坊间的书或者是 YouTube 的频道上，有很多是着重花样图案以及作品的分享，而他们是如何设计以及创作出来的，并没有太多的提及。而在爱织的频道里，希望可以提供您在学习钩针编织或者创作时，能有更好的实用技巧或解决方案。欢迎您的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你也可以在社群与朋友分享爱织的影片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处留言，写下评论或者问我问题，艾芙琳很乐意为您解答。您的支持是爱织频道发展的动力哦。这一集艾芙琳跟乌糖将跟大家继续分享万圣节小伙伴的钩织，除了文字解及图解，当然还有实用技巧告诉大家哦。是拥有魔法的小女巫。小女巫所要准备的材料如下，这些小伙伴的毛线用量只要用零线就可以完成哦。小女巫的头部，我们以肤色用螺旋钩织的方式来完成。螺旋钩织的方式可以参考我之前的影片。当我们钩完前10圈之后，在第11圈开始，因为小女巫我们要帮她植上头发，所以在第11圈以及第12圈的时候，有部分的针目是正常的钩织，这是它的正面，而有些部分挑后半针要植上她的头发。在文字解中标注 BLO 的这个部分，就是要挑它的后半针。挑后半针就是挑远离我们的这一针，就是这里钩织短针，而所留下来的前半针，我们就可以用来帮它植上头发。而有些部分是正常的钩织，这里我们要当作是它的正面，也就是脸部的地方。我选择帮这个小女巫留2行的前半针来编她的头发。如果你想要让她发量多一点，你也可以多留1行的前半针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她脸部这里留下前半针，帮小女巫做刘海。不过，当你的小女巫脸大一点的时候，可以这么做。我的这个小女巫脸很小，我就不帮她留刘海了。在结尾之前，记得填上棉花。最后，我们帮她收口。你想为小女巫留什么颜色的头发呢？我的是金黄色，因为我所留下来的前半针有36个针目，所以我剪了36段的线段来当她的头发，而长度你可以自行决定。我将头顶放在我的左手边，然后利用钩针帮助我在前半针这里系上她的头发。织完了头发，小女巫的头顶光秃秃的，我们赶快为她戴上帽子吧。女巫帽的图解以及文字解在这边，而女巫帽是圆锥形的，我们环起3个短针就可以了。而随着圈数的增加，我加针的速度也会缓慢，这样这个女巫帽看起来会比较细长，而不会因为拓展得太快变成了一个钝角。而帽子的主体都是黑色，所以我一样选择螺旋钩织。记得用记号扣来帮你辨别第一针的位置。第13圈以后的图解在这边。第17圈开始是它的帽檐，我们可以利用外钩短针的方式来制造这个转角。任何针法的外钩都是挑起上一行的整个针目，然后钩织我们所需要的针法。所以外钩短针就是我们挑起上一行整个针目，然后钩织我们所需要的短针。接下来第18圈以后，我们用正常的方式钩织就可以了。最后引拔断线，把这个线头藏好。再来就是为帽子加上缎带，在这里我用基础短针起针法来钩织这个缎带，因为用这个方法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衡量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缎带长度。虽然幽灵的手我有用过，在这里我们还是复习一下。我们先起2个锁针，然后在第1个锁针里面引拔，钩1个基础锁针，再引拔所有线圈，这样完成一个短针。再一次就是钩针插入基础锁针之后，再钩1个锁针，再引拔所有线圈，这样就完成第2个短针。
这个基础短针起针法的好处是，同时可以勾出锁针与短针，可以使我们更方便的决定我们所需要的长度，而不会因为我先勾了锁针，结果因为毛线的弹性，后来再勾短针之后，长度又不一样了。将缎带钩织到我们所需要的长度之后，我们留长线，将它缝合到帽子上。再用金黄色的线在帽子的这个地方绣上一个方形的扣环。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帽子戴在小女巫的头上啦。我们可以再另外取一个黑色的线段来做缝合。缝合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把帽檐盖住发髻线的地方。因为这个小女巫1年1度的万圣节才会出来，这个帽子有点旧了，我准备把她的帽子做一点折旧的感觉。我取黑色线段，在她的帽子这里来回穿缝，帮她粘上小眼睛、小嘴巴，最后还要帮她系上可爱的蝴蝶结。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。我们先环起。环起之后，3个锁针，再做3个长针，在3个锁针之后，回到这个线圈引拔。刚刚的这些动作，我们再重复做一次。最后引拔，留一点线段，然后把线圈收紧。我们利用线段在蝴蝶结的中心绕个2圈，最后打结。帮小女巫绑个辫子吧，或者也可以是马尾，将她的头发修剪整齐，可爱的小女巫就完成啦！哇，乌糖，好多小伙伴陪你过节呢。我是比较想要罐头陪我过节啦。耶，是蜘蛛！这个小蜘蛛，我用黑色当它的主体，而用紫色当它的线条。用6个短针环起，以螺旋方式勾一个小的球体之后，留长线准备缝合。而在勾身体的部分，第4圈到第8圈这边需要换到颜色，后面我们也会教大家换色的技巧哦。因为蜘蛛的身体需要换色，所以我就不采螺旋钩织了。每圈头尾相接的时候，我钩针从第1针的后面穿进，再挂上线圈。然后在线圈构成的这个空间里穿进钩针，再把线圈挂回。这个引拔方式在我之前的影片也有提到过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或者你用一般的头尾相接引拔方式也可以。有引拔痕迹的这个方向，我们就当作是蜘蛛的腹部，也不容易被发现。第3圈的最后引拔时，我们直接引出下一个颜色，钩织下1圈。换色后的第1针，我们可以一并把这个线头勾进去，这样可以更好固定这个线头。这一圈结束，我们头尾相接的引拔一样，在最后一次的引拔时，我们换上下1圈的颜色。一样都是蜘蛛，可是好像哪里又不一样。是的，不知道你是否发现它们的纹理不太一样呢？接下来就是我要说到的无痕换色技巧。一般的换色是，我们下一行如果要遇到换色，我们就在下一行进行换色的动作。而无痕换色是，我们在前1圈的时候，在引拔时就要提前换色。怎么操作呢？比如我这一圈还在勾黑色的时候，而我下1圈是紫色。那么我在这一圈的每个针目要结尾时的引拔就换紫色，这一针是起立针。我们继续钩织后面的短针。我钩短针的时候，原本是黑色，而我在引拔的时候换成紫色，就是如此这样的反复操作。钩短针时是黑色，但是引拔的时候是紫色。所以我们做了提前换色的动作，而这一圈结束的时候，我仍然是用紫色来做头尾相接的最后引拔。
这一圈就是要勾紫色了，但是我下一圈是黑色，所以每一个针目在引拔的时候，我又换成黑色。虽然换色有点麻烦，但是大家可以练习看看。我们来看一下最后勾出来的效果。采用一般的换色，就会像左边这个蜘蛛一样，它的换色是有点锯齿的痕迹。而采用刚刚的换色方法，它的换色交接的地方会比较平滑。艾芙琳在这里多提供了一种技巧，你更喜欢哪一种呢？而蜘蛛身体的结尾图解在这边。这时我们的头部跟身体钩织完之后，就用剩下来的线段帮它们缝合起来。而蜘蛛的脚，我们就在身体的这几个黑色的地方直接引线钩锁针，就像这样钩针挑起其中的一个短针，然后直接引线钩织锁针。而在引线时所留下来的这个线段，我们就把它藏到身体里面去。8只脚完成之后，再修剪一下这个尾端的部分。木糖，这个小蜘蛛来咯，瞧我抓住你！最后记得粘上眼睛，蜘蛛就完成啦。记得在下方留言处告诉艾芙琳，你想勾哪一个小伙伴呢？谢谢您的收看。喜欢爱知频道的朋友，记得留言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有问题也留言让我知道哦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